天生数据辅助小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华为的 Pura 80 Ultra 的影像横屏。上期的承诺，这一期呢来兑现了。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，发售的当天，我刷到微博呢有一个词条写的就是所谓的一机难求嘛。但是我就打开小黄鱼一看呢，好像很多现货，而且呢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，所以嘛，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目前 Pura 80 Ultra 呢，它的亮点支撑不起它的溢价。因为经过这几天的使用，我觉得它的这个所谓新技术一镜双目的这个长焦，用起来呢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后面影像横屏再跟大家细聊。那先跟大家聊一下它的外观，今年真的是有一点一言难尽啊。黑色呢，它应该更加协调了，但是由于它的每个镜头呢，它都加了一圈金属亮边勾勒出来，所以显得它这个模组呢看起来比金色还要更加突兀。我只要一翻过来，就有一种巨物恐惧感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老是觉得它像几颗眼睛盯着我一样，怎么看怎么不协调。这一代的 Pura 80 Pro 呢，都要比它好看很多。但有一说一，华为的质感呢，你还是可以相信的，质感还是不错的。而这次 Pura 80呢，所有的金属边框呢，都是采用这种竖向的拉丝工艺，所以看起来呢，又亮又磨砂的感觉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它的背面玻璃非常的沾指纹，这里还要说一下，它整体的手感呢，其实还不错的。你别看它摄像头那么大那么突兀，但是它的承重脚轻的感受呢，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烈的。小伙伴们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，最好是去线下摸一摸再决定，因为它这个设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。因为对于我是右手持机的话呢，它这个斜度呢确实是非常友好，但是换成左手呢，就有点难受了，它会顶着你的食指的建议是去线下看一看摸一摸再做决定。说到系统，上个视频有小伙伴跟我说，这次 Pura 80 Ultra 呢也要聊聊它的系统，但是说真的，这么短的时间呢，你不可能期望它的软件有一个质的飞跃。所以呢，我这2天使用起来呢，上个视频聊到的那些缺点呢，这个视频呢依旧完美的保留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使用起来呢跟 Pura 80 Pro 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想看系统的话，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。对于鸿蒙 5.1 来说，单持主力机小伙伴呢依旧不太推荐，因为有可能你现在意识不到的某些功能觉得说还好，但真的你一旦想用到它没有，你就会很心塞。还是那个结论，相比之下，我觉得上一代的 Mate 70系列呢是更加值得购买。然后有一些小伙伴说它现在鸿蒙 5.1 它的更新非常的快，我也肯定，因为我这段时间的使用呢，每天都会收到软件的一些更新，但是我一打开它更新的一些功能呢，都是很多不痛不痒的调整或者优化。之前 Pura 80 Pro 呢，我还可以理解它可能经过第三方降价或者什么样的，它可能到手就6000不到，但是你这台是1万块，我为什么要花1万块买台手机，然后我要去忍受它带来的不便呢？好吧，吐槽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讲正片，也就是它的影像，相信这点呢是小伙伴比较关注的啦。这一次给 Pura 80 Ultra 拉来一个对手呢，是小米15 Ultra。这点大家肯定是没想到，就是从硬件方面来说呢，这2台呢都是1英寸大底，所以呢要来比较一下，到底这一款索尼的1英寸跟国产的这种超高动态1英寸，究竟使用起来呢有什么区别？这是第一个点，就是我为什么不选 X100 Ultra 的原因啦。然后就是长焦，OPPO 的 Find X8 Ultra 呢也是1英寸大底，那为什么我不选呢？它的长焦规格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弱。我们先抛除算法，就从硬件上来看呢，这2台的长焦硬件呢是比较类似的，对比起来呢，其实呢更有可比性。而且呢，我还是想要再使用一下小米15 Ultra， 因为当时对它的影像呢评价比较低的，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，那它现在使用起来到底怎么样？
那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小米15 Ultra 的一个复测吧。我还会把 Pura 80 Pro 给带上，就给大家看一看这两台 Ultra 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如何。然后呢，究竟是要买 Pura 80 Ultra 呢，还是买 Pura 80 Pro， 值不值得你多花3000块呢？那这期视频呢，一并告诉你。影像对比方面，量大管饱，看进度条就知道了。而且3台手机都是自费购买，希望各位小伙伴们看在这么大的工作量的情况下呢，给我个3连吧。如果关注我就更好了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首先，我们现在看它们的超广角。两台华为呢是13毫米，所以视野会更广。而整张样片看起来呢，观感3台差不多。细节方面，小米的暗部细节呢会比2台华为稍差一些。再来看另外一个场景的超广角，这个时候华为 Pura 80 Ultra 呢会有点问题，它的天空呢会变得非常的蓝。Pura 80 Pro 呢是更贴近真实的感受了。而这张细节方面呢，小米15 Ultra 呢就要比2台华为更好了。夜景方面，2台华为是可以还原出店内的那种暖光的感受的，而小米呢整张拍出来呢就会有点发白。细节方面，小米也不如2台华为。而 Ultra 呢还要比 Pro 更好，它们的超广角的规格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算法上呢还是有区别。这是一个非常暗的场景下呢，3台手机都可以把场景拍得比较亮。中兴的灯牌的高光，3台手机都压不了，但是华为是可以拍出那种暖光的，而小米呢依旧有点发白。而且无论是中心细节还是边缘细节，2台华为表现呢都要更好。接着我们继续看它们的主摄表现，80 Ultra 呢依旧会把天空拍得更加的蓝。细节方面，2台华为表现要更好一些，小米看着会有点发虚。这是一个大逆光的场景，3台手机拍出了3个色调，80 Pro 拍出来呢整体有点泛白了，80 Ultra 拍出来呢整体也会有点偏冷。真实的观感呢是类似于小米这样会略微有点偏黄的。细节方面，80 Pro 呢会略微逊色一点，80 Ultra 跟小米呢感觉差不多。来一张对着太阳拍的，整体看起来3台手机的 HDR 效果呢都表现得不错，但是放大高光处，小米15的整张照片的画质呢表现就不如2台华为了。从下方的数页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暗部细节呢是没有什么层次的。由于80 Ultra 用的是超高动态的1英寸，所以呢它的暗部层次感呢要比80 Pro 要更好。这张拍出来，大家都大差不差。而放大看3台手机的细节表现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个场景3台手机拍出来呢就非常的相似了。不过黄色部分2台华为它的对比度会比较高，所以它细节呢可以看起来比较明显。而小米呢，它其实是有细节的，但是它的对比度比较低，所以看起来呢细节好像不如2台华为。那接着看它们的夜景表现，这一张80 Ultra 整体呢会有点偏绿，而细节方面，小米跟80 Ultra 呢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80 Pro 呢相对就比较差一些。从左下方的木头纹理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场景肉眼所见呢也是比较暗的，但3台手机依旧可以拍得非常的亮。不过这里要说一下，2台华为拍出来整体的色调呢会有点偏暖，而画面中心细节2台华为看起来呢会对比度更高，所以显得更加的清晰一些。但如果你非常认真去看呢，3台手机其实差距不大。这张样张呢就可以看出小米依旧有那个问题，高光处呢依旧压不下去。2台华为呢是可以看到顶灯的造型的。而细节表现上最清晰的是80 Ultra， 然后是小米，接着是80 Pro。这张小米压不住高光这个问题就更加的明显了，所以会导致它高光处的细节呢基本是没有了。而2台华为呢依旧是80 Ultra， 细节表现呢要更好。如果没有高光，那其实3台手机拍出来的效果呢也是比较类似。不过细节方面，小米呢依旧要比2台华为更好。继续来到这个极暗光的场景，80 Ultra 偏绿的迹象呢，这一张就非常的明显了。放大看中心细节，3个灯牌呢全部都压不住。不过细节方面，80 Ultra 依旧是最好的。在这种极暗光的场景下呢，小米这边是基本预览框是很暗的，非常接近肉眼所见就是这个亮度啊。这2台呢都可以在预览框把这个场景变得很亮。拍出来表现最好的是80 Pro， 它的色调呢是最接近真实的那种感受了。而80 Ultra 呢依旧会有点偏绿，小米15就不用说啊，整体呢非常的寡淡，基本呢好像褪色了一样。而小米在这样的一个极暗光场景下呢，非常容易拍糊。2台华为呢细节表现就相对好一些，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暗，3台手机依旧拍出了3个色调，80 Pro 呢是比较准的。80 Ultra 整体有点偏黄了，小米呢就非常的冷，但细节方面3台手机的区别就不大了。再来看另外一个80 Ultra 拍出来呢是表现最好的，80 Pro 呢还是有点偏冷偏红了，而小米呢拍出来就非常的阴间了。而细节方面小米也不如2台华为。好，那接着看他们的长焦表现，这个场景呢应该是有暖阳照射的，但是小米呢拍出来依旧比较冷。2台华为呢就还原的不错，
细节方面，3台手机表现都比较不错，但是灯牌处呢，小米依旧没办法压下高光。这个场景3台手机表现区别不大，无非就是色调上有点区别。但是80 Ultra 它的细节表现呢，居然不如80 Pro。而小米无论是纯净度还是细节表现呢，都是3台手机里面最好的。这个场景小图上看呢，3台手机也是区别非常的小，细节方面其实区别也不大。但是呢，80 Ultra 跟小米呢要比80 Pro 稍好一些。至于灯牌的表现，小米呢就完全是不行了，高光压不下，把黄灯都拍成了白灯了。80 Ultra 会有点偏红，更加接近肉眼所见的是80 Pro。但放大一看，发现这里居然有一只猫猫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小米呢，它的细节表现力呢是3台手机里面最好的。80 Ultra 的细节表现力呢又不如80 Pro 了。这个场景的夜景方面呢，表现最好的依旧是80 Pro。80 Ultra 呢，整体的高光压不太下，而小米呢更不用说了，完全是压不住高光的。细节表现方面，两台华为呢是比较接近的，都比小米要好一些。小米整体的细节会有点发虚。这个夜景下，3台手机也是可以拍得比较亮，观感呢是比较类似的。这个神兽的颜色，80 Pro 呢整体会有点偏黄，80 Ultra 呢整体会有点发白，比较接近肉眼所见的是小米。而且小米呢，它能拍出绿色装饰上面的那种釉面的反光，看起来质感呢是比较好的。80 Pro 长焦夜景会泛黄呢，这张照片呢也是比较明显的，比较接近肉眼所见的是80 Ultra 这样的。而细节表现，3台手机区别不大。而这个比较暗的场景下呢，3台手机就可以还原出当时肉眼所见的那种观感了。两台华为的细节表现力呢不相上下，而小米的表现呢会稍差一些，感觉小米的长焦夜景细节发虚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10倍的表现，因为80 Ultra 呢它是有 9.6 倍的光学变焦的，其他两台呢只能靠长焦进行裁切。但是这个场景表现很意外，80 Ultra 呢依旧不如80 Pro， 表现最好、最清晰、最锐利的是小米。换一个场景，3台手机拍出来的照片的观感比较类似，不过小米依旧灯牌压不下，但是绝对细节方面呢，小米依旧是要表现更好。而这里80 Ultra 呢就要比80 Pro 更好。接着看另外一张小图上看，3台手机的表现呢也是不相上下。但细节方面，80 Pro 呢就要落后另外两台手机很多了，特别是小米表现非常的好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比80 Ultra 的光变呢要更加的优秀。那我们来试一下拍远处字体方面，对于字体的识别方面，3台手机都没问题。不过木板上的纹理，80 Ultra 跟小米表现呢要更好，而且字体呢相对于80 Pro 呢也要更加的自然一些。这一张3台手机的小图观感区别也不大，但细节方面80 Pro 呢就相对比较差了，而80 Ultra 跟小米呢就不相上下。再来看这组建筑楼顶，80 Ultra 的细节表现依旧要比80 Pro 要好很多，但依旧不如小米。从这一组绿植，小米的白平衡呢又飘了。每次小米在拍绿色呢，基本都会偏冷，但是我是更喜欢小米这样的观感处理的，看起来呢比较自然，不会有塑料感。80 Ultra 呢虽然看起来清晰锐利，但是它的涂抹比较严重，所以看起来呢塑料感比较强。80 Pro 呢就相对比较糊了。好，又是这个经典的场景，表现最好呢现在是80 Ultra， 稍差一点呢是80 Pro， 小米呢依旧是直接出局。虽然小米的灯牌拍得不好，但是它的细节表现呢还是要比80 Pro 要更好一些。细节表现最好的就是80 Ultra， 这个黄灯下表现最好的是80 Pro。80 Ultra 跟小米呢都会有点偏冷，不过细节方面80 Pro 呢就不太行了。80 Ultra 虽然看起来清晰锐利，但是处理痕迹呢非常的明显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小米这样。小米在这个场景呢，虽然它的高光压不下，但是看起来是更加有氛围感了。两台华为把灯泡里面的高光虽然压得非常的好，但是呢看起来就不太自然。而细节表现方面，80 Pro 呢依旧是比较差的，80 Ultra 呢是最清晰锐利，但小米呢会更加的自然一些。接着看远处的字体表现，80 Pro 的细节表现呢是最差的，特别是最下一行小字呢基本是糊成一块了。而80 Ultra 跟小米呢整体的细节表现呢还是可以的，最小一行小字呢是看得清楚的。相比之下呢，华为 Ultra 看起来会更加的清晰锐利，小米呢依旧会有一种发虚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30倍的表现，这个场景细节表现最好的依旧是小米，80 Pro 呢就打不过80 Ultra 了。而小米的这个经典徕卡呢，就有时候会拍出很暗的这种情况，不过细节表现依旧是小米最好。为了证明我的说法呢，给大家拍了一张近景，大家一看便知。这个场景下，3台手机的观感呢是比较类似的。其实细节表现力呢，小米依旧是要比较好的，但是自然程度呢，我个人觉得不如80 Ultra。感觉呢，小米这个 AI 呢有点过了。从下面的草地就可以看出来，小米呢它的草呢变得非常的细，而且非常的密密麻麻，但真实的应该是类似于80 Ultra 这样。
至于30倍拍远处的文字呢，80 Pro 呢基本就直接出局了，80 Ultra 跟小米就不分上下。那再来看一张远处的字体表现，对于这种比较具象的情况下呢，80 Pro 这个厂家呢就力不从心了。而80 Ultra 跟小米呢就不相上下了，小米的30倍拍远处的绿植呢，终于不会偏冷了，而且对于叶子的脉络还原呢，是3台手机里面表现最好的。不过高光处小米的表现呢就不如80 Ultra 了，甚至都不如80 Pro。好，那接着是夜景的30倍表现，可以看出2台华为的涂抹感呢是比较重的，很多细节呢都糊在一起了，特别是袋子下方的那3行英文呢，小米呢是可以更好的辨认出来的。这个点菜牌呢也是可以看出3台手机的区别了，小米的细节表现还有自然程度呢还是最好的，而且小米的30倍灯光终于是可以拍出来了，3张照片呢小米是最还原的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人像的表现。大夏天室外35度的情况下，黄黄呢要拍人像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求个3连关注，谢谢各位啦。放大看80 Pro 呢，这个时候是没有背景虚化的。这个情况呢，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是很经常出现的，就是户外拍摄，手机一热呢，2台华为它的后台处理非常的慢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处理了，80 Pro 呢它就掉算法了，它根本就不做任何处理了。但是80 Ultra 呢就没有这种情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张比较正常的人像拍摄，小图观感呢很明显，80 Ultra 整体会有点发灰，而80 Pro 呢会稍好一些。小米是更能还原出当时暖阳下的感觉的。细节方面，80 Ultra 跟小米呢会更好一些，而且80 Ultra 的抠图效果是3台手机里面最好的。而这张照片2台华为拍出来的非常的相似，不过细节依旧是80 Ultra 要更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小米拍出来色调更漂亮。这张80 Ultra 我们可以看到衣服上的高光处呢是会有点偏绿的，所以导致整张照片看起来呢会有点发灰。而这个场景3台手机的抠图细节呢都有点翻车的情况，但是80 Ultra 呢翻车就比较大了，手掌旁边的那撮头发呢完全被虚化了。这个场景拍出来小米的高光处呢会有点过曝的感觉，而且这里2台华为的抠图细节呢都翻车了，黄黄头顶上的那撮头发呢基本都是被虚化掉了。不过细节表现力2台华为呢就会更好一些。这个场景3台手机拍出来呢效果都非常的不错，无论是小图还是放大看细节呢都非常的优秀。而这张3台手机表现呢也是比较不错，但是80 Ultra 呢依旧会有点发灰的情况。而头发丝的抠图细节，小米这张呢就翻车了，上面呢有一撮头发被虚化掉了。而夜景人像方面，3台手机其实表现呢也是区别不算大，不过3台脸部的色调呢都会有点区别，80 Pro 呢会有点偏黄，80 Ultra 有点偏红，而小米呢就有点亮白。黄黄呢是最喜欢小米这一张的，不过头发丝抠图呢，小米头上的那一撮呢又翻车了。而这张80 Pro 呢又掉算法了，小图看虽然察觉不出来，但是一放大呢就露馅了。它的画质呢是非常的差的，完全不是它应该有的水准。不过这里80 Ultra 的头发丝抠图呢也翻车了，真的是轮着翻车。而这个场景重新拍一张80 Pro 又翻车了，画质依旧是比另外2台手机要差非常的多。而这张拍的比较好的就是80 Ultra， 无论是高光部分还是脸部细节还是头发丝抠图呢都是最好。这张人像我最喜欢的色调呢是80 Ultra， 整体呢白里透红的。80 Pro 呢依旧会有点偏黄，而小米呢有点发绿了。其实有时候用主摄拍人像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像这样的构图呢可以把人拍得非常的高。由于3台手机都是1英寸，所以表现呢都非常的不错。前置人像这个时候华为2台手机呢它的虚化算法呢都掉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华为的2台手机它的前置拍摄人像呢清晰度还有纯净度呢是更好的，小米呢会略带点噪点。这个场景华为2台手机呢就没有掉算法了，所以3台手机都有背景虚化。虽然看起来2台华为的人像偏暖会更加的好看，但是当时的场景呢应该是小米这样偏冷的。而画质表现呢依旧是2台华为要更好，小米呢还是会略带噪点。至于拍实物方面，小米这一次呢经典徕卡呢居然能够拍出非常不错的效果，不会像以前那样发灰发黑了，甚至我觉得比2台华为呢都要更好。而且当时的灯光呢并不是暖灯，但华为呢拍出非常的暖。这一张乍眼一看可能大家会觉得小米拍出来这个色调不对，但真实就应该是小米这个色调，因为从这一张就可以看出来了，2台华为拍出后面那盘菌菇焗饭呢也是这个色调，但是前面的虾呢还是小米拍出来更加有食欲。虽然华为可能拍出来的颜色呢更加还原，但是看起来小米更加有食欲。至于微距方面，80 Pro 的长焦呢是之前的那一款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呢会更近，所以微距效果会比另外2台手机要更好。不过它们的微距对焦的部分呢清晰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
我是小帆，现在是3台手机的后置主摄录像4K 60帧。好，这是一个哇超级猛的太阳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光比表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3台手机都是1英寸的主摄，在白天录制，我从预览框上看呢，感觉应该差距不算特别大。我跑动一下，看一下他们的防抖。由于80 Pro 呢，它是4倍，所以呢，小米这边呢就不录3倍了，直接采用4.3倍。然后80 Ultra 呢，它是3.7倍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下他们的录制画质效果怎么样。现在是一个简单的走动。我一个个录吧，要不然10倍。热吗？超热。好，现在是他们的超广角录制。3台都是旗舰机，所以他们在录制的时候呢，是可以随意切换镜头的，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的，去稳定它们。对，就是正常的一些走动的小抖动。好，我现在是跑动状态，看一下3台手机的超广角防抖情况。你这是哪个广场吗？好吃沙茶。小米这个小底传感器果然不行，太暗了，夜间录像呢会有点吃亏。没事，你就说，哎，眼睛受伤。他说有事。拿来，不要在那里玩。经过刚刚的对比，2台 Ultra 的差距在日常拍摄体验上呢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不过小米15 Ultra 的超广角确实被砍废了，但是考虑到价格呢，比 Pura 80 Ultra 呢还要便宜3000块钱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Pura 80 Ultra 呢，今年这个一镜双目的长焦，比我预期呢是要差很多了，跟硬件层面所带来的那种惊喜感呢是完全不匹配的，甚至可以说就是纯的花钱造了个噱头。因为实际应用上呢，比小米15 Ultra 的一颗
长焦呢，区别真的非常的小，甚至10倍以上的变焦解析呢，有时候还不如小米15 Ultra。不过相对于 Pura 80 Pro 的旧长焦来说，还是要好很多了。所以纵向对比，如果你刚需长焦，那 Pura 80 Ultra 呢，肯定是个更好的选择。总而言之，不是刚需华为的话，那华为 Pura 80系列呢，完全不建议购买。有上的 Ultra 一个个呢，都是要好用非常的多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看在我这么疯狂的更视频的一个面子上呢，求各位小伙伴记得给我个3连或者关注我，后边看更多有趣的数码评测视频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